很多人一聽到運動，腦中浮現的畫面就是滿身大汗，時間很長很累很無聊，然後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太懶了。但想幫大家平反一件事，你不是不自律，而是沒有找到適合的運動方式。從醫學角度來看，如果一個人一動就很累很喘，甚至對運動產生排斥，是因為現代人的生活身體長期只使用了靜態模式，導致負責活動的系統長期處於休眠的狀態。很多人被教成運動一次就要很久，要很累，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一次跑40分鐘，也不是不流汗不累到虛脫就叫做沒運動到。那關鍵問題來了，你有沒有聽過紅肌跟白肌呢？這不是健身房的名詞，而是寫在你身體裡的2套運動系統，一套負責長時間低強度的活動，另外一套負責短时間高爆發力的處理。我們的身體其實早就幫不同形態的活動準備好了不同的肌肉系統，只是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讓這2套系統幾乎都被閒置了。接下來我想用最白話的方式帶你認識這2種肌肉，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你一動就累，也會突然理解原來你不是不愛運動，而是用錯了肌肉。人類的肌肉系統主要分成2種，一種叫紅肌，它負責長時間低強度的活動，像是走路、站立、維持姿勢，代表的運動有馬拉松、自行車賽、鐵人3項、越野跑或登山健行。另一種叫白肌，它是爆發型的，負責短時間很用力的動作，像是衝刺、跳躍、快速出力。代表的運動有100公尺短跑、跳高、跳遠、拳擊、舉重，像是最近剛結束的2026 WBC 棒球這項運動。舉例來說，投出時速150公里以上的速球，這就是用白肌；盜壘時候也是用白肌。那另外呢，混合2種使用的運動有籃球、足球，比賽裡面有耐力跑動或者需要爆發衝刺得分。那羽球呢，用紅肌和對手多拍拉鋸，比誰更持久；用白肌則負責殺球、衝刺，制造比賽的刺激感。人類的祖先為了生存，需要追逐獵物，長時間奔跑。遠古時代也沒有椅子可以靠着背，隨時都用得到我們的核心肌群維持姿勢。而現代人因為方便的家具和機器發明，像是沙發可以舒服的靠着背坐着放鬆，洗衣機和掃地機器人整理家務，很多日常瑣事都不需要動手了。甚至有了電梯之後，幾乎都沒再爬樓梯。漸漸的，紅肌長時間沒在用，白肌也沒機會上場。所以常常一運動，一下子就很累很喘，甚至聽到一次要運動30分鐘以上才能燃脂，就覺得很痛苦。其實你並不是討厭運動，而是因為過慣了靜態的日常生活，讓身體忘了怎麼運動。如果你真的理解白肌的設計，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：白肌不需要很久，但它需要很猛。它的工作模式本來就是短、快、用力，然後休息。所以與其一次逼自己高強度運動40分鐘，不如把高強度切得很碎。第一個，每小時3分鐘的高強度活動，可以是伏地挺身、深蹲、波比跳都可以。如果一天工作8小時，等於自然累積了24分鐘的白肌刺激。第二個，4秒鐘鍛鍊法，真的只有4秒，可以是衝刺、快跳、全力出力，一天做個20次就好。這種方式會讓你的心率像波浪一樣起伏，而不是一直線。舉例來說，過馬路的時候小衝刺，趕捷運的時候稍微加速。像我來說，為了來台北拍片，為了趕高鐵，我就會小跑步。那這就是一個4秒鐘的鍛鍊法。第3個概念叫微型鍛鍊，這個詞也叫做運動零食。在一篇敘述性的研究中，它統整了微型鍛鍊的相關文獻。研究結果顯示，極小劑量的運動就可以帶來顯著的健康效益。首先，降低死亡風險。針對不運動的人群，每天進行3次以上，每次1至2分鐘的劇烈間歇性身體活動，在平均6.9年的追蹤期內，可以降低40%的全因死亡率與癌症死亡率，以及將近50%的心血管死亡率。2、提升心肺適能。研究發現，對於年輕久坐的女性而言，每週進行3次，每次20秒，重複3次的全力爬樓梯的練習，持續6週，可以使最大攝氧量提高12%。總結來說，微型鍛鍊讓那些運動量無法達到傳統運動指南建議的人，提供了有效的替代方案，證實了即使是極短時間的劇烈活動，也能对健康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。你不是沒運動，你只是沒把運動藏進生活的空檔。從生理角度來看，這樣反而更符合白肌的天性。一句話總結就是：白肌不怕累，它怕的是永遠沒被叫出來用。
運動後1-2小時吃對東西，更能把訓練轉為成果。所以我整理了一份有助於增肌燃脂的超商飲食組合，只要點擊右上方按鈕就可以領取咯。接下來講紅肌，紅肌是我們健康的底盤，它富含肌紅蛋白、粒線體和微血管，能有效利用氧氣進行有氧代謝。它耐疲勞，適合長時間低強度的活動。它主要用脂肪作為燃料，使肌肉不依賴胰島素的情況下使用血糖。它也幫助我們維持姿勢，包含站直、坐挺。它也和我們的老化速度相關，維持紅肌活性，有助於減緩老化相關的肌力流失和代謝下降。但紅肌有一個很大的敵人，就是長時間坐着不動，它會讓紅肌退化，轉向為無氧代謝的白肌特性。你不用特地為紅肌安排一套運動計劃，它真正需要的是頻率，而不是強度，也就是增加日常生活小事的活動，例如講電話的時候站起來走動。第二，看電視的時候坐在地板上，強迫核心和維持姿勢的肌肉持續工作。第三，練習不用手站起來，每一餐飯後走個10到15分鐘。這些看起來都不像運動，但對紅肌來說全部都是工作。還有一個醫學上很重要的概念叫 NEAT， 也就是非運動性的活動消耗，像是用走樓梯代替搭乘電梯或手扶梯，或者動手做家事等等。你今天多走一點，多站一下，多蹲一次，多搬一次東西，紅肌都在幫你工作。所以當你發現走路、站着、做家事、慢慢動其實沒那麼痛苦，那不是錯覺，那是你的紅肌終於回到原本該工作的狀態。最後，比運動方式更重要的其實是心態的建立。對很多還沒建立運動習慣的人來說，該去運動了這句話帶來的往往不是動力，而是壓力。你會開始擔心，我自己體力是不是太差，動作是不是不標準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會放棄。但我想先跟你說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任何運動都不是要你很厲害才能開始，而是開始了，你才會走在變厲害的路上。重點是找到時間動起來，你可以利用零碎時間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容易鬆懈，找一位教練或者一個對這項運動有興趣的朋友，一起互相提醒、互相鼓勵，都是讓運動留在生活裡的好方法。最後，很多人在診間會問我，運動對減重到底重不重要？我的回答通常是，不是因為瘦了身體才會健康，而是當你把身體動起來，精神變好了，體重才會慢慢往对的方向走。你不需要一開始就設定很大的目標，從增加日常活動，從紅肌開始，從一點點改變做起就好。但有一件事很重要，目標可以很小，但想要持續下去的心要夠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，如果喜歡這支影片，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。最後別忘了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還有加入初日官方的 LINE，獲得更多健康的資訊哦。我們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